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名将超任移植版。前一阵子呢，给大家录制过圆桌骑士的超任移植版，可以看见圆桌骑士的版本呢有所缩水啊。那其实名将版本缩水的更多一些。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同屏的人数变少了。咱们现在呢，同屏最多只是面对3个敌人。所以说游戏的难度有所下降，而且呢游戏的节奏也变慢了。4个人物我选择了突击队长。突击队长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喷火呀。喷火这招呢是一个 AOE 的攻击，而且伤害也不低。其实喷火这招是有名字的，叫做消防队长。我觉得制作组啊，是不是对消防有所误解啊？消防的话需要喷水啊，你这喷火怎么能是消防队长？这明明是纵火队长。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一共有9关。超人版呢，如果通关的话，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。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的速通。高手玩速通的话，街机版只需要10几分钟啊，非常的快。这里是第1关，场景呢是地铁城，打的第一个 BOSS 叫做多格。好的，一脚带走。这款游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故事，背景故事发生在2026年。大家掐指算一下，快了是吧？故事的背景发生地呢叫做地铁城，有很多有超能力的罪犯集合到了一起，成立了一个犯罪组织。那突击队长呢就组建了一个4人小队和他们抗衡，阻止这个组织控制城市。一款动作游戏啊。剧情呢还是设定的比较简单。街机版应该是最大可以4人联机的。主人公的这4个人呢，其实在后边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登场。最近的呢是在街霸里边当做彩蛋。其他的你比如说在 PS2 平台的游戏南梦宫对卡普空里边有登场。那是一款 SRPG 游戏。另外呢 3DS 平台的交叉领域计划1代和2代。1代应该是4人阵容不全的，2代好像是全部都登场了。交叉领域计划那款游戏不错，推荐大家玩一下。游戏类型呢是 SRPG， 但是战斗的时候呢是指令式的。需要你自己掌握出招的时机。咱们来到了第2关，第2关的场所是博物馆。之前也见到了恐龙的骨架。这里呢要打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啊叫做施特罗姆2世，小施特罗姆。它的射钉枪啊，现在发射的钉子非常有限，因为钉子多呢，需要非常好的主机机能啊。再烧一下，差不多了。一个 AD 就带走了，我的天，那个血我都没来得及吃啊。第3关，忍者屋。整个游戏的冒险场景，我感觉像一个主题公园。哎，我 AB 掉血呀！刚刚可能是因为把 BOSS 带走了，所以说最后一发感觉我的 AB 啊没有耗血。那这一下还是比较伤的呀。刚刚这个敌人是不是扔炸弹了？街机版有这种攻击方式吗？我记不太清楚了呀。
第3关可以看见很多的忍者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忍者啊，因为整个游戏的这些小兵也是有名字的，甚至有一些呢有背景故事。轻版动作游戏做到名将这个年代，很多设定已经比较细致了。那忍者的话呢，红衣服的叫做小次郎，绿衣服的叫做佐助，不知道有没有名人啊？蓝衣服的呢叫做半藏。后面拿着刀的武士叫做武藏，据说名字的灵感是来自于宫本武藏。好，刚刚咱们打了一个佐助，这会儿呢正在打半藏。本关的 BOSS 呢叫做大和，大和应该是和咱们主人公团队的忍者是有竞争关系的，宿敌的关系。咱们团队的忍者呢叫做银军，也叫做翔。那不同名字呢是因为不同的版本，或者说音译还有意义的区别。比如说本作的最终 BOSS 叫做斯库莫西德，这是美版的名字。那日版的名字的意义呢就是大屠杀。这里只打了一个。忍者屋的中段，这个忍者屋啊，目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双截龙3代的第3关，非常像啊。刚刚这个蓝衣忍者为什么要跳起来扔手里剑呢？我明明在地面啊，他跳起来扔，而且是平着扔，我觉得那样扔打不到人啊。啊，给了我一刀，佐助的手真快啊！用千鸟的手速，这个手里剑我捡了应该是用不了，忍者捡了应该是可以扔出去的，当做飞行道具。屏幕的右下角呢是我的生命树啊，街机版呢那里是投币的数量。好的 ，BOSS 战大和。这个 BOSS 我记得街机版啊，他挥刀砍着一下，范围非常广。但是超人版本我感觉这一刀啊，它的收招时间非常长。给了我一刀啊，看起来也不太疼。咱们就多用喷火，多用消防队长来放火。AB 应该是可以把他带走了，血量够了。这就是拼血流了。超人版本的难度呢并不高，双打的话速度应该会更快一点。好，来到了第4关。第4关的场景呢是马戏团。游戏的很多武器还在，但是我没看见光波枪。另外呢，大家可能也发现了，机器人被砍掉了，这个有点遗憾，因为开着机器人打架呢也是非常的爽，尤其是这个场景，我记得非常多呀。对面的小兵呢都开着机器人。第4关的 BOSS 呢，新人杀手。第2关的 BOSS 其实就不是很好打，但是第4关呢，感觉新人打他的话更加费力一些，是一只怪物。看起来是博士培养的。好，就是这个场景。培养皿里边看起来还有很多。那咱们打他呢，就是喷火为主啊。
给了我一屁股，和他拉开距离。他刚刚起身那一下呢是无敌的啊，没有被攻击的判定。而且呢，咱们平 A 的话打不过他。我感觉超人版本的平 A 呢变弱了。比如说对面有2到3个小兵，如果你一直平 A 的话，基本上是起不到保护自己的作用的。而且呢，你推着方向前进行攻击的话，感觉攻击的节奏非常慢。所以说这个版本我真的觉得还是喷火最为好用。第5关。第5关的场景是海港。第5关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奖励关啊。这种障碍物呢，碰到会掉血的，但是数量不多。手里的枪闪烁了，说明呢最后一发子弹。关卡还有后半段，后半段就是打这个博士啊，封边就可以了。你的血量不算多呀，有限时的。好，这样打完。关卡呢一共是9关，咱们打完5关了，但时间呢只过去了40%左右。后面的关卡流程比较长。第6关，第6关的场景是水族馆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呀，地铁城整个就是一个大型的主题公园。没看到鬼屋啊。还有会放电的小姐姐呀，我竟然把她点着了。游戏啊，非常可惜，没有破甲攻击啊。第6关的 BOSS 呢，本质上啊就是2个第2关的 BOSS。但是名字不一样，因为第2关的 BOSS 呢叫做小施特罗姆，本关的 BOSS 呢有一个施特罗姆，看起来是第2关 BOSS 的父亲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德鲁克。但其实就是换皮啊。队长跑动的话呢，也可以上上下下跑动，而且呢，跑动的时候可以斜着跑，进行歪轴的移动，这点看起来呢是比较灵活的。好，这就是施特罗姆啊。还带了一个小兵。开始带精英怪了，果然到了第6关啊，难度比第2关要高多了。这里应该是可以卡位的。后边呢总有小兵捣乱，刚刚呢他们还把自己的老大给喷了呀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抓准机会。好的，这样卡位成功，但后边有小兵想过来打我，哎，偷了我一拳 ，AB 吧，太讨厌了啊！两个人玩呢会好很多。
一个呢打小兵，一个呢把 BOSS 卡在这儿。第7关，哇，我捡到了一幅世界名画啊！第7关来到了敌人的地下基地，看着这个忍者敌人啊，我总是想起了《变身忍者》这款游戏啊。名将的很多敌人呢，在南梦宫对卡普空还有交叉领域计划里边呢也有登场。忍者还是灵活型的，看他有很多的出招机会啊。哦，没打出东西啊，打错桶了应该是。哦，他刀好长啊。喷火确实好用啊，这招真的是神技。一起烧了2个，烧1次的攻击力大概相当于把敌人扔出去2次。我还以为自己把他打倒了呢，结果他跳起来又把我踢了。打小兵啊也是不能大意，关键刚刚有2个小兵啊，我看错了血条，我以为他也挂了。打这种小兵呢，我还是可以放心平 A 的，但是不要太近，太近的话也会被偷袭。看起来分数也是讲命的，我现在6条命了。巧克力。2个精英怪，清完2波精英怪呢，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本关的 BOSS 呢叫做布拉德，就是血液的意思啊，鲜血的意思。这个货啊，刚想拿刀砍我。我记得街机版他的刀啊是可以被打断的，保护这个血。这种上下的跑动然后放火呢，应该是队长的最主要的攻击技巧。好的 ，BOSS 战。这个 BOSS 啊也不难，超人版呢可以自己选择难度，有简单难度、普通难度，还有高难度。我玩的这个呢就是普通的难度。那其实高难度的话呢，应该就是敌人血厚一点。他的这个飞脚啊真的是夸张，攻击的范围非常广。喷火这一下我感觉是有无敌帧的，这招真的是强。打完了地下基地，下一关是
宇宙飞船，敌方的飞船啊！我的天，好多会放电的小姐姐呀！但是呢，他们只是走个过场，不出来一起打人，那应该是红屏啊，放不下这么多有 AI 的敌人。这点真的非常遗憾啊！但这款游戏的移植程度呢，我感觉要低于超人版本的战斧，但是呢，要高于世嘉版本的惩罚者啊！世嘉版本的惩罚者真的是移植的反面教材啊！街机版的游戏呢，如果说到移植，其实到了 PS 的时代才算是比较完美。另外呢 ，PCE 上面也有一些移植的街机游戏，其实素质还可以啊。以 PCE 的半个16A 机的机能来说，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自己人你们也电。一起烧了2个，后边是铁门了，就是这种平 A， 然后推着方向，我就感觉攻击的节奏啊不对。其实这个游戏呢，还有一个非常迷的设定啊，可能就是操作的问题。就是你平 A 的时候，原地平 A， 如果击中敌人了，这个时候你方向感拉后的话，那你人物呢会一边打敌人一边后退，但是呢面部的朝向不变，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迷啊。哇，这里的小兵好多呀！我是屏幕带的太猛了吗？啊，终于切场景了。这个场景啊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啊，模仿怪，可以跟咱们变得一样啊。自己打的话呢，需要打2个，2个人打就是打3个。街机版的难度很高啊，但是超人版本呢 ，BOSS 很脆。这个小胖子啊，正面接近他尤其要小心啊，他吐火是相当疼的，烧一下大概是1/3的血量。然后呢，他还会跑动的撞击，这种撞击呢也是可以跨越歪轴的，可以斜着撞人。这种跨越歪轴的攻击呢很讨厌，第一关的 BOSS 多格就会。哦，给了一个队长，一个木乃伊。这个木乃伊啊叫做麦克，但小的时候都叫他刀手啊。BOSS 呢叫做多佩尔，就是一只分裂怪啊，可以分身，分成2个。好的，第9关，这也是最后一关的战场了。这个战场呢是卡利斯托星，最终 BOSS 的大本营。这关咱们会打到第1关的 BOSS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到这个时候啊，都会来一场 BOSS rush， 但可能是超人的机能啊没能允许。我打到这儿啊，才13万分啊，真的不多。
绿衣服和蓝衣服的敌人呢，名字不一样。快到最终 BOSS 战了。前面还要打一个第一关 BOSS， 这个最终 BOSS 超级好打，打他呢也是有套路的。这里要打一只强化的多格，他的强度应该是比第一关的 BOSS 要高。感觉血量也更厚一点啊！你老大都没这么打我呀，被小兵打了一下。哇，这一套打了他不少的血，差一下，一发火带走。剩下的就好打了，包括最终 BOSS 啊，都是乐色啊。但最终 BOSS 呢，要小心它爆炸那一下。爆炸的话呢，咱们就不停 AB。反正 AB 如果不打到它的话呢，不耗血，而且呢，咱们可以吃到这个无敌的判定。那超人版呢是有一键的 AB 的。是一个单独的按键，好的，咱们就抓就可以了。这个 AI 啊，有严重的问题啊！起身不要和它太近啊，它容易放爆炸那一招。爆炸一下的话，能掉1半多的血，还是非常疼的。好的，一发 AD 带走，这样呢就通关了。整体来说呢，这个移植版啊，缩水的有点厉害，缩水了很多的道具，包括机器人，还有同屏的敌人数等等。但受制于技能的限制啊，也没有办法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名将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